我前两天看纪录片，看到了竹升面的制作过程，看他们蹦来蹦去的感觉可欢乐了，所以我也买了2根大竹竿呢，打算在家体验一下。不过和这个面呢还需要点门槛，要没个3-5年和水泥的底子还真不太好干呢。然后我们在家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架杠杆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压移植，但是跳了都没超过20下，我们就给人故居拆迁了。后来我开动了一下我聪明的小脑瓜，用最简洁的办法把杠杆的一端给固定了。现在这个设备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也就是说压面的人越欢乐，压杆的人就越痛苦。所以老话说得好啊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了。然后这么压太累了，我们其实还尝试了一下豚生面，但这面团太硬了，试了几下之后差点没给后胸磨平了。我看纪录片里讲，老师傅35分钟就能压10斤面，但我们却整整折腾了8个小时。接下来就可以用压面机了。我其实怀疑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代替竹竿，但人太多我也没敢生长。再一个刀头好像也买错了，这看着也不像竹升面呢，就这宽窄，这怎么看怎么像珠江面呢。后来我寻思珠江就珠江吧，4个人已经凑不出一条好腿能接着竹升了，然后就准备吊汤做云吞了。这会儿我们已经累懵了，这一瓶水说干就干了。我最近买了好多这个景田纯净水，口感甘甜顺滑，主要我特别喜欢它新一季的 slogan 热爱前行，这种一直在前进的感觉特别燃，喝完感觉还能再干3天3夜。而且它换了个新皮肤啊，希望这锦鲤能给这汤底带点好运吧，因为这面已经奔珠江去了，这云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学了1个多小时包成这熊样，就我们包这玩意儿，吃云吞的和吃馄饨的看了都沉默了。历时了2天1.5夜，我们终于在2伏那天的最后10分钟压哨吃上一口热乎面条，然后在饭店还买了一份云吞面，感觉跟我们做的除了名一样，剩哪儿都不一样。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自己做的这份更好吃。不过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第一个人是怎么想到这种制作方式的呢？但我估计他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想不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，有4个大小伙子差点给他演变成了段子绝孙面。我奶前2天不知道在哪个床底下翻出个电饼铛，让我在家试试能摊煎饼果子，说摊好了以后这饼铛就写我名了。但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做呀，我就上大街上找一个小摊，我就站着看。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大娘是我看了她有点紧张，还是因为疫情在家跟老头打仗，狠心出来创业了。就那1个小时，她摊坏了7张，完大街上也没有野狗，她就都给我吃了。后来我俩对视了一下子，能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张有身份的牌，就他看我可能像个城管，但我看他绝壁是卧底。后来我看也学不着啥，那吃饱了我就回来了。我奶不愿意吃脆煎饼，我就掺着白面，这饼底一定要多刷点酱，这玩意儿他妈齁死才好吃呢。纯甜面酱比较咸，可以兑点蒜油辣酱和雪碧，再放上果子薄脆和小狗肠，哎呦我绝世香香了。完这不在家做吗？就想起高调，约2条不挑食的朋友，这都跟大娘学的，做失败了就近找嘴往里塞。先做的是煎牛果，刷点黑胡椒酱，再放上薄脆，这味儿太稳了。强烈建议米其林大厨多学学天津拜拜。还做了煎饼肘子，我寻原汤化原食，把肘子汤勾点厚芡，黏黏糊糊就当酱使了。这大肘子皮卷里我真上头啊！这放着葱花，放几块果子，无敌了。完最近市场的海鲜不好卖，300块钱捡了一只3斤多龙虾回来，还是脖子以下取肉，脖子以上煮粥。这个红呢不知道是啥，我也没敢吃。这刷蒜油辣酱就行，虾参就1碰2了，这样吃着过瘾。这说实在话，确实比之前做龙虾蛋堡要好吃一点。问题谁能拒绝煎饼果里藏个大虾仁啊？咱说，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都给头纱蒙上了。我哪也不认识谁是谁，就个查小旗儿。但今天其实我藏了300来个心眼呢，我留了个厨师自由菜。就东北人其实对煎饼没那么馋，但是对饼有无尽的向往。就在这饼上刷上咱们调的酱，多抓点土豆丝儿，再塞几块肘子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吧。等夏天能出摊，我这饼我就卖7块钱一张。你吃上一口，你都恨不得回家求房本吧，赶紧回来买了，真太香了。夏天终于来了，今天在家酿的水果酒，之前每年酿的少，到最后都不舍得喝。今年为了避免这个情况，我一气买了240斤水果。酿酒这活可比我最近干这些玩意省事多了，主要我们年年酿啊，那完全可以说是手拿把掐，信手拈来呀。我们甚至早上还订了一只烤全羊，那老板问我几点送，我当时斩钉截铁的告诉他，我说你5、6点钟不堵车给我送来就行。但是人生无常啊，我从6点之后一直在跟他重复一句话，哥们你别着急啊，过1小时咱俩再联系。
后来收拾梅子收拾的实在是太闹心了，将近5000粒啊，一粒一粒挑啊，整整干了7个小时。我后来一度看啥都是绿的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？那屁股恨不得都定蹬着了，尿尿都不起来，但就是干不完呢。后来选菠萝的时候选的是鸡尾，本来那菠萝选完了能放半罐，但是我们选的就剩1/3了。这1/3能保住，也是因为后来把羊拉回来了。就这属于一个什么原理呢？那拉磨的驴累了，你给它挂一根胡萝卜，它多少也能坚持坚持。后来我们把剩的草莓和青莓都堆菠萝那罐里，好不好喝咱们就3个月之后见吧。我也从来没把仨水果酿到过一个酒罐里，但该说不说的，这颜色是真好看。这几罐子看着太有夏天的感觉了。为了迎接这个夏天，我还在德物买了一双匡威。入夏买一双帆布鞋是我初中开始就惦记的事儿。正好最近德物搞活动，这个复古系列最便宜的是200多，而且全系列几十种颜色，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正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上德物搜狗送还有专属的粉丝福利。后来给这盖盖上，这大工程可算是干完了。就这3泡酒啊，以我的酒量来说，我估计能喝到我出殡那天。等吃上烤全羊的时候，其实都早上4点多了，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把桌子搬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屋里，一个个目光呆滞啊，那烤全羊都吃不出啥味儿了。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搬东西，一直干到今天早上4点，心都突突了。以前每年酿梅子酒啊，感觉都是收获了夏天的第一份快乐，但那只是以前。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，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呢。事实证明，人类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，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完到了下班点儿，我们同学陆续都来了。这脸皮薄的串门还带东西来，他在德物买了一瓶易烊千玺同款的宝格丽香水，特别清新的茶香味，而且留香时间很长。最近他们还上了好多小样，可以先买小瓶的试试味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现在点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券，还有好多护肤品的活动呢，有需要的赶紧去看看。后来这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刻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今天吃饭早能调作息，这还调个嘚儿了，一起摆烂吧。